前两天咱们说了吉祥航空波音787上乘客热到发晕的话题，有朋友问，夏天到了，人怕热，那么飞机会怕热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咱们今天简单聊一聊。飞机是人造的飞行机械，机械都有储存和操作的温度上限，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简单的回答，飞机也怕热。要是不信的话，你在下面烤堆火试试。玩笑归玩笑，但是飞机究竟可以耐受多高的温度？过热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先来说影响，不同厂家的飞机品牌耐热性能不尽相同，但影响或许都差不多。其中一项是人，包括乘客、机组和机务人员。例如，波音787因为空调制冷差，如果离开廊桥后迟迟无法起飞，偶有乘客热到几乎中暑的抱怨。估计这种情形连生产它的波音公司都没有预料到。在一些特别热的地方，例如中东、北美西部等地，副热带高压可以将气温加热到45度左右。飞机长期暴露在炙热的阳光下，飞机的机身和客舱的温度都会特别的高。而机务人员工作的机坪有时候温度可以超过60度。人在过热的环境下不舒服，可能会犯错误，这也是对航空业的影响之一。飞机制造商需要考虑这一问题，并力保乘客、机组和机务人员拥有相对舒适的环境。可惜的是，目前除了机载空调之外，制造商还无法为大家提供更好的环境，特别是机务人员，特别是波音787飞机。炎热的天气对飞机的另一个明显的影响是，当温度较高的时候，起飞和降落所需的距离就要加长。这个道理与空气密度有关，当空气密度太小的时候，就像在高原上空气稀薄那样，起飞需要速度变大，滑跑距离会变长。不够长怎么办呢？要么减载，要么等到晚上。就算跑道特别长，飞机也不可能一直在跑道上加速，因为飞机轮胎的转速是有上限的，超过限制可能损坏，也可能起火。因此在炎热的夏季，航空公司都喜欢劲大的飞机。劲大是指飞机的推重比较大，能较快的起飞和爬升。飞友们常年在跑道边看飞机，对波音777-200、757-200、麦道82等机型印象深刻。这些家伙们就算在炎热的夏季，也往往能在跑道的1/3处就抬头，不过一半就冲上蓝天了。而空客 A340 往往要用尽最后一寸跑道才能离地，实打实的。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究竟气温多高时飞机会耐受不住呢？这个问题需要查阅产品手册。网络资料说，波音飞机在最高54摄氏度时不会有问题，空客飞机也是如此。但问题是，也要考虑航空煤油的存储温度。不过好在现在航空煤油都是通过泵车或者是罐车直接从机翼底部进入油箱，不会暴露在空气中。机坪虽说能够达到60度以上，但只有轮胎与之接触，而轮胎又比较耐热，所以基本上全球除了个别机场外，民航在整个夏季都还可以维持正常运转。除了机壳承受阳光照射外，飞机其余部件基本上是在阴影中。飞机各个零部件制造时都有耐温的要求，根据工作环境的不同，从60摄氏度到2000摄氏度不等。夏季虽然很热，但设计时也有考虑，开机后有监控，只要不出故障，不必担心过热。飞机巡航时高空零下几十度，有些部件上天后很快就会凉下来，所以说只有那些不耐热的机型，也就是夏季需要使用很长跑道才能起飞的机型，例如 CRJ200 等，当这些机型夏季在很热的沙漠机场起飞时才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乘客中暑、跑道融化或者是雷雨取消等问题，反而对民航造成的影响更大。朋友们还知道高温对民航有啥影响？欢迎补充。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